你有没有想过，时间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最近有些科学家头脑发热，说宇宙可能就是我们脑袋里的幻想，有点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桥段，对吧？这可不是小说，是真的科学研究哦。记得那个轮椅上的天才史蒂芬·霍金吗？他早就猜到了，时间和现实可能就是我们大脑编出来的故事。想想看，这得多酷啊！我们可能都是某个宇宙故事的主角呢。The universe has a beginning in real time, at the Big Bang. And it may well have an end if it collapses to a big crunch. But in imaginary time, it has no beginning or end.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探险，深入这个疯狂的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时间和现实可能都是假的，就像电影里的特效一样。就连那个著名的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说过，时间其实是一种幻觉。他说过，过去、现在、未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脑海中坚持不懈的错觉。这意味着时间是个调皮蛋，它在不同地方表现的都不一样。比如啊，爱因斯坦的理论告诉我们，时间的快慢取决于你在哪儿，还有你怎么移动。尼尔斯·波尔他是个研究原子的大牛，原子就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微小粒子。他的研究几乎揭开了宇宙的秘密。Bohr's view was, he said, look, it is a mistake to think that we physicists are in the business of trying to find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Nonsense, Bohr says. We are in the business of trying to find the equations that will make accurate predictions for the results of measurements. 但在2022年，有3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现实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根据他们的研究，宇宙可能对它的微观世界一无所知。他们研究了量子纠缠，发现现实可能只在我们观察的时候才出现，不看它，它可能就不存在。那么，时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想象一下，你在1927年，一个叫双缝实验的东西搞得所有科学家头疼不已。这个实验发现，光子和电子就像是宇宙级的魔术师，它们既是波又是粒子，就好像你既能变成超人又能变成蝙蝠侠一样。每次它们出现的时候，都像掷骰子一样，随机决定是波还是粒子。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天才最头疼的是量子纠缠。想象一下，有2个分不开的好基友粒子，无论他们跑到哪儿，一个跳一下，另一个马上跟着跳，即使他们相隔千里，就像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他们绑在一起。波尔这个大牛科学家觉得这事儿很神奇。他说，量子自旋就是粒子的这种跳舞动作，不是事先排好的程序。只有在你拿起显微镜精细观察它们的时候，它们才决定要怎么跳。宇宙就像在玩掷骰子的游戏。爱因斯坦可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他提出了个理论，说其实粒子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怎么跳，没有什么随机或者神秘的超远距离作用。他认为粒子的真面目就像是地震后被埋在瓦砾下的人，直到救援人员来到才会被发现。1964年，一个爱尔兰的聪明但物理学家叫贝尔想出了一个天才的点子。他让2个科学家爱丽丝和鲍勃玩了个游戏，他们分别调整他们的探测器，看看能不能抓到这些神奇的纠缠粒子。贝尔的计算显示，如果爱因斯坦说的对，粒子们其实早就偷偷决定好了自己的舞步，那么爱丽丝和鲍勃的实验结果在最多 75% 的情况下会相符。想象一下，你坐在时间机器里，一路穿越到1927年。那时候，尼尔斯·波尔和他的朋友们发现了个超级诡异的事情，宇宙似乎在我们测量粒子的那一刻才决定它们是什么状态。如果爱丽丝和鲍勃2位科学侦探做实验，他们会发现在 85% 的情况下，他们的结果像极了猜对了彩票号码。然而，把这个疯狂的理论变成一个能赢得诺贝尔奖的实验，简直就像是要让一头大象穿过针眼。随着时间的推移，
物理学家们像是在玩一个复杂的乐高游戏，不断调整他们的仪器。与此同时，天文学家们在太空中探险，找到了爱因斯坦曾预言的怪物——黑洞。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在另一个星系穿街走巷，可能一不小心你就老了100岁。或者想变年轻点儿，那就绕着黑洞转一圈试试。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在慢慢变老，而17世纪的大牛物理学家牛顿肯定会对这些新观念感到不爽。牛顿认为时间就像是厨房里的老式滴答钟，不管你在哪儿，时间都是一样的节奏，1秒就是1秒，整个宇宙都在同一个现在里。但另一个聪明的数学物理学家莱布尼茨就像是捣蛋鬼一样，跳出来给牛顿出了个难题。他问，如果我们把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搬空，会发生什么？牛顿说时间会继续走，但莱布尼茨不同意。他说，如果没有人体验时间，那时间也就不存在了。牛顿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但莱布尼茨却坚持他的看法。快近200年，大牛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出现了，他提出了一套描述电磁学的方程。这些方程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他们只关心时间的变化，不在乎时间流动的方向。简单来说，如果2个电子相撞后反弹开，你把时间倒放，情况看起来还是一样。再加上只关注电子互动，就让确定时间流向变得复杂。你知道时间在变，但却不知道它怎么变。这对爱因斯坦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更前卫的想法，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根据环境而变化。就像莱布尼茨预测的，你的手表走得快慢取决于你在宇宙中的哪个角落。想象一下，大质量的行星，比如木星，会弯曲宇宙的结构。一个漂浮在深空中的宇航员可能会发现地球上的时间和木星的时间有点不同步。对地球人来说，时间照常滴答，木星上的时间略快一些，宇航员的时间则领先一步。如果宇航员靠近黑洞，他们的1秒钟可能相当于地球上的100秒，创造了巨大的时间差异。如果宇航员乘坐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旅行，也会出现类似的效应。宇宙里根本没有统一的现在。爱因斯坦的理论表明，时间是相对的，根据你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变化，所以很难说有个普遍的现在。想象一下，你开着一辆超级航天飞船，从地球一路狂飙出去。当你以惊人的速度远离地球时，穿过宇宙通道的那10秒，可能就变成了穿越了整整100年。每次你这样旅行，你的现在就像是在时间秋千上荡来荡去。但是当你改变方向时，事情可能变得有点疯狂。原来时间并不是个独行侠，它总是和空间中的物体绑在一起。如果我们把量子纠缠这个概念扔进去，过去的物理学家们肯定要头疼死了。到了1972年，美国的一个聪明但物理学家名叫约翰·克劳萨，想出了一个在量子物理的奇妙世界里测试贝尔定理的新点子。他的实验不是关注纠缠的电子自旋值，而是看光子的偏振，就是说它们在空间中的波的走向。在克劳萨的实验里，爱丽丝和鲍勃各自调整他们的探测器，结果就是他们要么都捕捉到光子，要么因为探测器的设置啥也没捕捉到。有时候结果自然就不匹配。爱因斯坦原本认为光子的这些性质应该是隐藏的，不应该有超过 75% 的匹配，但克劳萨的实验显示匹配率超过了 85%， 这简直是对贝尔定理的大胜利。这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处理单个粒子时，宇宙似乎缺乏任何确定的现实。尽管如此，爱因斯坦的粉丝们还是找到了一条逃推辞的小借口，即问题是爱丽丝和鲍勃调整他们的探测器可能并不是完全随机的。如果影响现实的隐藏因素其实不在光子里，而在于实验者如何操作粒子探测器呢？这种观察者效应可能会延伸到整个宇宙。我们身边的现实会不会也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造就的呢？如今
许多人都信奉大爆炸理论，但如果它其实只是在我们开始想象它的时候才存在呢？这听起来可能像是我们失眠夜里的疯狂胡思乱想，但这正是量子物理之父波尔极力支持的观点。波尔认为，当我们观察一个实验时，我们不仅揭示了粒子的属性，我们还让它们变得真实。简单来讲，一旦科学家锁上实验室去吃午饭，实验室里的一切，包括粒子、探测器，甚至是实验室本身，都可能停止存在。这种对现实的极端看法让爱因斯坦非常不爽，他甚至质疑说，难道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吗？听起来很大胆，对吧？量子理论家们说是的。波尔的学生之一，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就是这样的大胆想法的支持者。最初，这好像是个学生超越老师的疯狂点子。在40年代后期，甚至有个半开玩笑的说法，整个宇宙可能只由一个电子组成。想象一下，如果有个魔法可以让同一个粒子在时间里跳来跳去，就像时空旅行者一样。这就是物理学家们的疯狂想法，一个电子在时间里蹦跶，一会儿是负电子，时间倒流了，它就变成了正电子。就好像这个电子是在做宇宙版的跳舞游戏，一步步地形成地球上的每一个原子。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但在物理学的世界里，这种想法还没被完全排除哦。约翰·惠勒这位大胆的物理学家被这种关于现实本质的想法深深吸引。他想到了所谓的参与式宇宙理论，就像我们和宇宙玩一个20个问题的游戏。想象一下，爱丽丝想了一个物体，鲍勃要通过是或不是的问题来猜出它是什么。通过聪明的问题，熟练的玩家可以很快猜出答案。惠勒认为，我们和宇宙的互动也是这样。当鲍勃问宇宙一个问题时，宇宙会回答，但这个游戏并不那么公平，因为宇宙根本没想好要他猜什么，所以答案可能是随机的。I could send dots and dashes. I could say yes or no. Immediately across the universe, I could answer a question, yes or no. You can't with that. It's really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惠勒甚至提出了一个名为从未到物的原则，说明简单的是或不是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创造出整个宇宙的现实。这意味着，比如说，月亮可能并不是在几十亿年前就存在的，而是当有人问我上面看到的那个大圆形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它才出现。Since it happens on the moment you're exposed, Right. not the moment I see you, Right. I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were doing. 同样的，大爆炸可能是在20世纪的科学家们开始提出关于星系的正确问题时才被创造出来的。但这就带来了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都经历了一个共同的现实？惠勒认为，宇宙能够为每个人的问题提供最佳和最准确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周围的世界其实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如果你是唯一怀疑大爆炸真实性的人，你是改变不了现实的。但这就引出了个问题，谁有权向宇宙提问？只有声称自己地位高的智慧生物，像人类，才有这个权利吗？还是说，一只狗对着月亮吠叫，也能召唤它成为现实？那用来拍月亮的照相机呢？这些矛盾成为了参与式宇宙理论的一大弱点。惠勒在有生之年没能最终确定他的这个可能具有革命性的理论。观察者的影响让一切变得更加复杂。想象一下，你是在观赏一个超级复杂的魔术，而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法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就是这个魔术的大师。他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为了确保他在做量子纠缠实验时没有自己搅局。他做的就像是给光子们设置了个自动导航系统，用特殊的石英晶体把它们引到探测器那里，让人类的干预降到最低。结果呢，就像验证了贝尔的理论一样，证明了物理学家们并不是在操纵结果。阿斯佩的实验告诉我们，直到被测量，宇宙在粒子层面上是个大问号。这就像是对宇宙提了个大大的问题。惠勒就说，
虽然阿斯佩用晶体取得了成果，但爱因斯坦的粉丝们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们想，如果那些控制粒子行为的隐藏变量藏在石英晶体里呢？无论科学家们怎么探索宇宙的核心，它似乎总是能即兴编出新的借口。宇宙就像是一个没有固定现实的巨大舞台。最近，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认为，我们所在的环境可能不是真实的，而是个幻象。比如2015年，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庞纳德·霍夫曼提出了界面理论。想象一下，你在电脑或手机上看视频，你能通过屏幕了解后面的处理器是怎么工作的吗？霍夫曼问。那我们看到的整个宇宙，是不是也只是我们创造的界面，而不是它的真实本质呢？想想看，我们的眼睛只能捕捉到宇宙电磁波谱的一小部分，你看不到房间里的网络信号，但它们确实存在。霍夫曼认为，人类的感知方式是为了生存而进化的。我们的祖先需要能看到老虎的视觉，但他们从未面对辐射这种危险。现在我们需要特殊工具来看到它，所以我们的感知界面并不适合探索宇宙的真实本质。不过，有时候宇宙的基本特性会透过我们不完美的感知闪现一下。像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他试图用普朗克长度这样的单位来探索宇宙，这个单位比头发丝还细得多。普朗克还推导出了普朗克时间，代表光子穿过这么一小段距离需要多长时间。虽然这些单位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实用，但它们定义了空间和时间的最小分辨率。超出这个范围，已知的物理定律就不管用了。普朗克让我们更深入地探索了宇宙的界面，提出了关于它基本性质的问题。还有个叫精细结构常数的东西，几乎等于137，在各种公式中出现，影响着我们宇宙中的大多数相互作用。为啥是137？这个数字至今还是个谜，却对生命和原子的存在至关重要。宇宙可能是个模拟的想法，就来自于这些神秘的地方。这个概念是哲学家尼克·波斯特罗姆在2003年提出的。他想，如果文明能创建超级计算机，能模拟意识，我们可能就活在这样的模拟中。不过，物理学家发现这个想法科学上有点悬，不是因为它太幻想，而是因为它缺乏实际可行性。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无法完全理解真实世界，我们可能就放弃了追求真理的路。想象一下，你在玩一个超级高科技的宇宙游戏，而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安东·齐林格，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就是游戏里的高级玩家。到了90年代末，他可没有打算停下探索的脚步。齐林格给量子纠缠实验加装了一种快速随机数生成器，就好像给游戏升级了一样。这样一来，就排除了爱因斯坦所说的隐藏变量。他的实验证明，宇宙在量子尺度上的行为就像是个在被观察时才加载细节的视频游戏。而且，齐林格还被认为是量子传送的鼻祖呢。他实现了在遥远距离上传输未定义粒子状态的壮举，这就像是朝着超级高效量子计算机的未来迈出了一大步。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创造一个宇宙模拟，还是我们自己就活在一个模拟里，重复着我们祖先的科技发展？再来看看一种叫做超级决定论的理论，它暗示时间其实是幻觉，所有的事件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我们其实只是在看一个预先录制好的宇宙大片。在这个理论下，量子纠缠实验可能隐藏着某种编入宇宙剧本的变量。如果这成立的话，那自由意志就只是个幻觉。再说说史蒂芬·霍金这位理论物理的大咖，他在探索黑洞和宇宙本质时，认为在某些极端条件下，我们传统理解的现实和时间概念可能就不成立了。霍金把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试图理解像黑洞这样的神秘现象。他提出，量子层面上一个确定的客观的现实概念可能会瓦解。在量子力学中，
粒子在被观察之前并没有固定的属性，这就给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带来了不确定性。而在时间的问题上，霍金深入探讨了黑洞和奇点。在传统物理学中，时间被看作是固定不变的，但霍金的黑洞研究挑战了这一点。他认为，在黑洞的奇点附近，我们所熟知的时间概念就崩溃了，传统的定义不再适用。霍金还提出了霍金辐射的概念，根据这个理论，黑洞并不是完全黑暗的，它们其实会因为靠近事件世界的量子效应而发射辐射。这个发现意味着黑洞有一个有限的生命周期，最终会蒸发掉，这对时间的本质又提出了新的疑问。想象一下，如果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的疯狂思维画布，就像在《星际穿越》里那样。这可不是科幻电影，是当代物理学的说法。他们认为，纯粹的时间根本不存在，时间只是个大脑编出来的幻觉，这简直颠覆了我们对时间的传统理解。这个想法得到了像罗杰·彭罗斯这样的大牛物理学家的支持。他提出了宇宙中时间本质的问题，挑战了时间有始有终的传统概念，认为宇宙根本就没有开始和结束。So in the early universe, the universe didn't know how to keep time. You see, it just it lost track of how fast things were going. You see, and if you take that seriously, you can imagine going to before it. 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更是认为，时间是一种多层次的、主观的概念，是由我们对伤、记忆和周围世界的感知塑造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能区分过去和未来，是因为伤的存在，这意味着未来只是更加混乱而已。随着时间的流逝，伤在增加，就像是无序性在不断增长，导致了时间的单向流动。这种增长体现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说明在任何孤立系统中，伤都是在增加的。在量子理论中，量子对象可以处于多个状态的叠加，导致事件间时间流逝的概率分布。这意味着时间并不是连续的，而是一种量子力学的叠加。这跟连续光滑的时空结构相冲突，搞出了薛定谔的猫这样的疯狂情景，猫既活又死。观察微观世界的时候，物理定律在时间上是对称的，这就是说，在微观层面，过程是可逆的。如果你看一段粒子碰撞的视频，然后倒放，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这叫做时间反转对称性。这和我们日常体验中的时间不可逆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大脑处理信息是有顺序的，从记忆中的过去出发，经历现在，预期未来。这种时间之箭与我们对外部世界时间流逝的感知密切相关。时间的单向性也引出了关于现实本质的深刻哲学问题，挑战了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直观理解。对于很多物理学家来说，尽管我们心理上感受到时间的真实性，但时间在本质上可能并不真实。在自然界的最深处，时间可能不是构建现实所需的原始元素。这个关于时间是幻觉的想法已经吸引了科学家和哲学家数个世纪，它关联到物理学、神经科学和心灵哲学等多个领域，提出了关于时间本质及其与现实结构的关系的问题。这个想法听起来违背直觉，但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想法也许需要彻底重新思考。就像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家泰格·马克说的，物理学中很多我们认为是基础的东西，最后都只是幻觉，我们在质疑一切，甚至是时间。泰格·马克还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现实描绘成一个三维空间，事物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或者描绘成一个四维空间，什么也不发生。如果真是后者，那变化就真的是一种幻觉。就像电影，时空就像 DVD， 尽管电影中发生了戏剧性事件，但 DVD 本身并没有变化。我们总觉得过去已经发生，未来还没来，事情在变。但我只知道我现在的大脑状态。我觉得自己有过去，只是因为我的大脑有记忆。人们对时间的看法不同，
但很多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现在怀疑，时间并不是根本的，它可能是从更基本的东西中出现的，或许是更量化的、不连续但看起来平滑的东西。另一种选择是我们的直觉，时间确实在连续流动，现在是特别的时刻，现实的深层本质就是由此产生的。现实是什么？取决于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基础的、不可分割的，构建现实的基石吗？还是我们的大脑为了其他目的进化而来所产生的幻觉？时间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吸引了我们几千年的思考。故事还在继续。时间真是个大谜团。无论你是在看电影还是观星星，都要记住，宇宙充满了奇迹，时间可能是其中最酷的一个。你觉得时间是真实的吗？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感谢观看和支持，下次再见。